Hello， 朋友们，好久不见。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就是苏州和杭州。那你们都知道我的老家是苏州，我也在很多 vlog 里面带你们看过苏州。所以呢，今天我来到了杭州。那现在我在我订的民宿的顶楼晒太阳。这是一块非常非常漂亮的区域。这个民宿呢，坐落在一个感觉是比较老的小区里。这边的楼房都挨得很紧，但是都不算高，楼层可能在4楼到5楼之间。应该有很多楼做的都是民宿，然后我背后应该就是一座小小的茶山，远处也能看到一大片的山。那现在我这个地方离西湖不太远，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过西湖，但我知道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今天下午我也会带你们去看一看西湖，给你们讲一点西湖的故事。那今天老天很赏脸，给了我们一个大晴天。我的身后就是西湖的方向，那现在我们打算出发了。前几天我在上海都是阴雨绵绵，所以今天有了太阳，即使是大概5度左右的温度也觉得比较暖和。那现在我们在去西湖的路上，然后我背后是一个植物园。比较神奇的就是它在一条非常非常吵的大街旁边，然后我看到那边还有一个阅读的空间，我想进去看一下。这个阅读空间的外面有这样一些台阶，可以当做座位。我特别喜欢这种户外的座位，尤其是在有阳光的天气。这个地方叫做阅见西湖，阅就是阅读的阅，那我们有遇见这个词，对不对？阅见听起来就跟遇见很像，所以他们用的就是这样一种读音很像的方法来取名字的。刚刚进去看了一下，感觉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阅读空间，应该是一个功能很多样的文化空间，里面还可以办展览什么的。我特别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空间，突然希望自己是住在杭州而不是上海。现在我要抓紧赶去西湖，不然可能太阳下山前都赶不到了。你们看，这样一个空间就已经把我的脚步拖住了。那我会管住我的手，让我在到达西湖前暂时不拿出相机来录。我又要打自己脸了，因为我现在还没走到西湖，但是我还是想把我周围的环境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我们从大路走到了里面的这种小路，周围都是园林花园一样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环境更安静，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更享受走去西湖的过程。你们看，我周围有一大片草地，有人就躺在上面晒太阳。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西湖旁边有这样一块地方，居然几乎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我已经到了西湖边，不过这边的游客比我想象中少，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到核心的景区。
我觉得我可能走了和一般游客相反的路，我是从边缘走去核心景区的。现在这边有一棵很大的树，你们看它最长的树枝已经伸到了湖水里面。这样看就好像在低头喝水一样。应该是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现在远处你们看到的这座桥叫断桥，上面走了很多很多人，上面的人比旁边其他的桥要更多。那这座桥就是西湖这边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啦。它为什么叫做断桥呢？那关于断桥这个名字，最有名的说法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下雪以后，桥最中间的雪，太阳照到时候会最先融化，那两头的雪还没有融化，远远看过去呢，就像桥中间断了一样。那由于这个景点太有名了，来这边的人特别多，所以也有网友调侃说这座桥叫断桥，因为它上面的人太多了，哪一天它可能就会被压断。那你们可能也会好奇，为什么这座桥，这座断桥这么有名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名字，还是因为它跟一个特别受欢迎的爱情传说有关。这个传说叫做白蛇传，也叫白娘子传，就是一条白蛇变成人，然后和人相爱，但是最后被一个和尚阻挠，然后两人没能在一起的传说。你们听说过这个传说吗？好，现在我已经走上了断桥，这就是我在断桥上看到的风景。那你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座断桥和我刚刚提到的《白蛇传》有关呢？让我离开了这个比较拥挤的地方，再仔细给你们讲一下。现在我们在一个公园，叫做孤山公园。那我想给你们看一看，这边其实是原来清代著名的乾隆皇帝会见他的大臣们的宫殿。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住处，对，应该叫住处，其实就是高高的柱子底部的那个基底，用来打基础。你们可以看到上面还有花纹。那么现在只有这个住处剩下了，上面的柱子已经没有了。我觉得很多地方的遗址都是这样的。孤山这座公园的名字，一座孤独的山。记住，古代的文字是从右往左读。这个地方我去年来杭州的时候也来过，其实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给我的感觉特别安静，好像一个人都没有一样。然后我想起我和朋友还坐在一块石头上冥想打坐，但是刚刚又看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其实当时这座山上应该也是有其他人的，但是因为山很大，就是还是给人一种很空，几乎没有人的感觉。
可能他真的有一种孤独的气质吧。好，那刚刚《白蛇传》的故事我还没有讲，现在终于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跟你们讲一下。那故事的主人公有2个，一个是白娘子，她是一个可以变成人，修炼了1000年的蛇妖，白色的蛇妖。那还有一个人就叫许仙。那他们第一次相遇就是在我们刚刚看到的断桥，所以断桥就是和这个传说有很紧密的关系。那这个传说除了这2位爱情的男女主人公以外，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一名叫做法海的和尚。他就是那位阻挠白娘子和许仙在一起的人。他认为人和妖是不能在一起的。那你们可以想到为什么这个故事现在就是这么受人欢迎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人们给他的版本就是白娘子不顾世俗的偏见，不顾这个和尚法海的阻挠，还是去努力和许仙在一起。那人和妖在这个故事里努力在一起，就是让我们现在的人也能产生共鸣，因为很多人都因为可能肤色、种族、家庭背景、经济情况，还有什么呀？性取向各种原因受到世俗的偏见，而遇到了很多困难，很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传说故事也能给遇到这些困难的人一些启发和勇气。所以这个故事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其实我也读过《白蛇传》最早的版本，最早的版本中，白蛇是邪恶的，是会吃人的妖怪。后来呢，白蛇变得会偷盗，会偷人的财物他会通过色欲去诱惑人，然后让人爱上他，然后失去兴致，所以他被描绘成一种很坏的妖怪。而当时法海这个和尚，他其实是秩序的维护者，所以这个故事在很早很早的古代写出来，当时是为了警醒大家要小心像白蛇这样邪恶的诱惑。那讲故事的人总要变着方法讲故事，对不对？所以到了后来在人们思想更开放的朝代，讲故事的人就开始给白蛇加上人的性格，加上一些他做的善良的事情，所以白蛇慢慢就从一个邪恶的形象变成了善良的、勇敢追求爱的形象。那他和许仙之间的爱情呢，也就被讲得更加真实，是真的感情，而不是说一个妖怪去骗人。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法老就变成了一个坏蛋，变成了一个不懂变通的老古董，只会去为了规则去阻挠2人的爱情。我觉得这样的演变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就是故事的不同版本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的相信的东西。甚至在10多年前有一首很火的歌叫做《法海你不懂爱》，然后那个演唱者他是在2013年的，好像是在2013年的蛇年春晚上唱的这首歌。因为是蛇年嘛，所以他们就用了《白蛇传》中间蛇的这个元素。那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讲的跟《白蛇传》相关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整个故事的细节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看一下具体的故事，或者你们也可以去看最经典的很多中国人都爱看的《新白娘子传奇》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很有意思，它就是很经典的一部电视剧，
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制作中的漏洞，因为年代的限制，他们受到技术限制，很多场景没办法还原出来。比如说他们拍古代的断桥，然后上面出现了现代的路灯，但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太经典了，里面的角色被演员演得很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然后这样的漏洞在大家看来就会觉得是可爱的失误。那我现在坐的这里其实就是去年我和朋友坐着冥想打坐的地方。我很高兴我还能回到这里，然后这一次回来又有不一样的感觉。现在晚上没有太阳之后，真的冷多了，好冷好冷。现在我们酒足饭饱，准备回民宿了。我现在又回到了早上出发时给你们看的民宿的顶楼。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晚安杭州，晚安大家，拜拜。